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关于鬼王庙的恐怖故事。一个古老传说中的神秘庙宇，藏着无法逃脱的诅咒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泰国的一个偏僻小村庄，那里有一座不为人知的庙宇。传说中，只有那些不敬亡灵、亵渎神明的人才会被鬼王所惩罚。而一对年轻情侣为了寻求冒险，毫不在意这些警告，决定前往这座神秘的鬼王庙，挑战那个传说中的恐怖神灵。然而当他们踏进庙宇的那一刻，他们才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梦魇。庙中诡异的壁画、神像的冷酷注视以及突然消失的黑雾，都在暗示着他们所触犯的是一个古老而无法逆转的诅咒。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恐怖的故事，看他们如何触怒了鬼王，最终陷入命运的漩涡。记得在故事开始之前点个赞，订阅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灵异怪谈故事了。好了，故事开始了。泰国的雨季总是带着一种压抑而又窒息的湿气，仿佛整个世界都泡在浑浊的水中。灰蒙蒙的天空像是撑不住泼出的乌云，密集的蝉鸣一刻不停地在耳边嗡嗡作响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被浸透后的腥味，混合着枯叶的腐朽气息，令人胸口不适的发闷。就是这里了，阿文指着手机导航，脸上带着跃跃欲试的笑意。传说中的鬼王庙就在那片树林里，他的话让坐在副驾驶的小兰皱了皱眉。他看着眼前这条蜿蜒的小路，破败的泥土小径两旁尽是杂草和死气沉沉的树木，仿佛连阳光都不愿透进来。路边立着一块斑驳的木牌，上面的泰文已经模糊不清，但下方的一行粗暴的红色涂鸦却醒目的令人不安：切勿擅入鬼王庙。我们真的要进去吗？小兰低声问，语气里带着一丝犹豫。她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背包带，仿佛那个木牌上的警告是专门对她说的。当然了，难得来一次泰国。阿文笑了笑，语气里透着一股不以为然的自信。这地方多有意思啊，据说那些不敬亡灵的人才会有事，我们又不是本地人，怕什么？小兰的眉头锁得更紧了。她想起村民的警告，一位年迈的老妇人皱着满是皱纹的脸，用低沉的声音告诉他们，鬼王庙是亡灵的栖息之地，亵渎这里的任何人都会付出代价。他还说，有些进入庙里的人再也没有出来，而那些侥幸活着的人也都带着某种挥之不去的诅咒。就当是探险，放松点。阿文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，他随意挥了挥手，像是驱赶什么看不见的阴影。反正你不是说要拍点特别的东西发社交媒体吗？这地方正合适。小兰叹了口气，没有再说话。车缓缓驶进了树林，一股异样的寒意顺着脊背爬了上来。密林的阴影笼罩着小路，枝叶交织间投下奇怪的斑驳光影，像是一双双眼睛盯着他们。道路越来越难走，轮胎碾过湿滑的泥土，发出吱嘎吱嘎的怪响。车停下时，已经是一片人迹罕至的空地。尽管车窗紧闭，小兰依然觉得有一股奇怪的气息钻进了车里，湿冷而粘稠，像是从地底下伸出来的。两人下了车，面前是一条更为狭窄的小径，草木间隐约露出一片破旧的庙宇轮廓，斑驳的砖墙上长满了青苔，庙门上残存的木雕像饱经风霜，似乎在注视着来者。那就是鬼王庙。小兰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安。没错，阿文拍拍她的肩膀，试图缓解她的紧张。别担心，这地方说不定只是用来吓唬小孩子的，但那些失踪的人，传闻罢了。阿文不耐烦地打断，再说，真有什么不对劲的，我们就马上走。两人沿着小径走向庙门，树林间的蝉鸣突然停了，四周陷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静谧。小兰的心跳越来越快，感觉像是有人藏在阴影里注视着他们。她猛地回头，却只看到一片树影晃动。你干嘛？阿文疑惑地看了他一眼。没什么，
可能是我多心了。他们继续向前走去，不知为何，每一步都显得格外沉重。等到庙门近在眼前时，小兰的目光再次被吸引到那扇门上，门上镌刻着一个狰狞的面孔雕像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像是在嘲笑他们的到来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等着他们踏进去。湿气沉沉的林间小径显得异常狭窄，泥泞的小路像一条蜿蜒的舌头，延伸向未知的深处。雷雨的低吼在远方隐作响，乌云像墨水一般洇开在天空中，偶尔有一道闪电划过，点亮前方的景象。看，前面就是了。阿文的声音里带着兴奋，但小兰却感到莫名的紧张，脚步迟疑。枯树在小路两旁伸展，扭曲的枝桠像一只只怪异的鬼爪，狰狞地指向天际。密林深处，庙宇的轮廓渐渐清晰，它的模样完全不像想象中那种佛光普照的神圣之地，而更像一处遗世的遗迹，黑暗、破败、冷酷。斑驳的石墙上长满了青苔，裂缝中渗出点点水珠，在昏暗的天光下泛着冷冷的光泽。你不觉得这地方很压抑吗？小兰轻声问，低头看着自己鞋上沾满的泥。这是探险的一部分啊。阿文随意挥了挥手，带着一如既往的自信。他从背包里掏出相机，摆弄了一下，准备记录下这段难得一见的旅程。走进庙门时，空气仿佛变得更加潮湿，甚至带着一种腐臭的气息。小兰的心跳开始加速，莫名觉得有人在林中注视着他们。他回头看了看，却只看到被风吹得轻轻摇晃的树枝和被雷鸣短暂点亮的黑暗。阿文，你有没有觉得？他犹豫着开口，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感觉。觉得什么？我们是唯一的游客啊。阿文笑着调侃，放心，就算有什么鬼，也得先问问我这手机拍不拍得清。他的笑话并没有缓解小兰的焦虑。恰在此时，阿文的手机突然发出一阵刺耳的干扰声，屏幕闪烁了几下后彻底失灵。他皱起眉头，将手机翻来覆去检查。这地方信号不好也太夸张了吧，怎么连手机都挂了？他嘟囔着。小兰没有接话，他的目光被庙门口的两座石像吸引住了。那是两尊跪地的鬼王师从像，雕刻的极为细致，他们手握断刃，面目狰狞，仿佛随时会从石头中挣脱出来。但更让他毛骨悚然的是，石像的眼窝深处竟然闪着水光，顺着面颊缓缓滑落，滴到地上。阿文，你看。小兰指着石像，声音带着一丝颤抖。可能是雨水。阿文凑近看了看，却没有在意。他走到庙门前，用手推了推那扇沉重的木门。别碰！小兰急忙阻止，但阿文已经用力推开了一条缝。有什么好怕的？进去看看吧。阿文将背包甩上肩，抬腿迈了进去。他的语气轻松，仿佛刚刚那场奇怪的干扰和石像哭泣只是错觉。小兰犹豫了片刻，还是紧跟在阿文身后。他的心中涌上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拖拽着，又像是被某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，不得不前行。庙内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一种陈旧、腐朽而又沉重的味道，像是数百年未被打扰的坟墓。小兰的耳边隐隐传来低低的风声，仔细听，又像是某种耳语，仿佛在警告他们，或者嘲笑他们的不自量力。他停住脚步，转身望向门外的树林。一道雷电刹那间劈开天空，将整个林间照得惨白。那一瞬间，他分明看到林中站着一个模糊的身影，低着头，目光注视着庙宇的方向。小兰，快点！阿文的声音在庙里回响。小兰猛地回神，再看向树林时，那身影已经消失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快速跑向阿文，但一种挥之不去的寒意却深深地刻进了他的骨髓。我真的觉得我们不该来，他低声说。然而阿文已经打开了手电筒，径直走向庙的深处。他没有回头，只是留下一句轻描淡写的话：你别想太多，传说总是用来吓唬人的，不然怎么叫探险？
进入庙宇的那一刻，空气仿佛变得凝滞了。庙内比外面更为阴暗，唯有几缕昏黄的天光透过裂缝洒下，但连这光芒似乎都被庙中的阴影吞噬，显得毫无生气。天花板上垂下破败的木梁，仿佛随时会崩塌，而地面则布满了不知年代的裂痕和尘土。庙中的气味让人作呕，一种混杂的香灰、尸煤和腐朽的味道，像是死去的东西藏在某处，正在缓缓散发着腐败的气息。四周的墙壁满是壁画，颜色暗淡斑驳，画中的内容却令人不寒而栗。数十个亡灵面孔被铁链捆绑着，痛苦地向着一个巨大的身影哀嚎。那身影高大狰狞，头戴皇冠，手握权杖，仿佛以亡灵的苦难为乐。这壁画有点意思。阿文举起手电筒，光束扫过那些画面，他的语气轻松，但小兰却感到自己的喉咙发干，目光忍不住被一幅特别的画吸引。画中几个亡灵正被拖入一个黑暗的深渊，而在深渊的尽头，隐约浮现出一双巨大的眼睛，漆黑无底。小兰，过来看看这供桌。阿文的声音打破了他的思绪。他转过头，看到庙堂中央摆放着一张供桌，破旧而满是灰尘。桌上放着几碗贡品，米饭、鸡蛋，还有一些水果，看上去已经腐败。但奇怪的是，这些食物竟然没有一只虫子或苍蝇围绕。贡品旁边的几根蜡烛早已熄灭，但看上去像是刚刚燃烧过，因为蜡油还在缓缓滴落，真像是有人刚拜过阿文嘀咕着，打开了相机的镜头。别动那些东西，小兰的声音里带着不安。她的目光停留在供桌前，那里的地面上似乎有一串深色的脚印，湿漉漉的，印记直直的通向供桌后面。小兰，你来参拜一下吧，咱们也算有礼貌了。阿文调侃地说。小兰犹豫了一下，心想既然来了，确实该有所表示。她跪在供桌前，双手合十，试图压下心中的恐惧。然而就在她闭上眼睛的那一刻，耳边突然传来一个冷冷的男声，低沉而沙哑，你也来了。她猛地睁开眼睛，转头看向身后，但只有阿文站在那里，专注地调试着相机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小兰的声音颤抖。我没说话啊。阿文头也没抬，继续摆弄镜头。小兰心跳如雷，却不敢多问。她站起身来，尽力让自己忽略刚刚的声音，告诉自己那只是心理作用。这时阿文的相机发出了轻微的快门声。怎么回事？阿文皱起眉头，翻看相机屏幕。我刚刚没按快门啊。怎么了？小兰凑过去，屏幕上是一张模糊的照片，画面正是供桌后方。虽然光线昏暗，但两人都能清楚地看到一个模糊的黑影赫然出现在桌后，形似一张狰狞的脸。那脸的轮廓异常尖锐，嘴巴微张，仿佛露出锋利的尖牙。这你拍的？小兰的声音已经压不住颤抖。我根本没拍。阿文的脸色终于变得严肃，他努力调试着相机，但屏幕却突然闪烁起来，紧接着画面彻底变成了一片漆黑。也许是故障吧，他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一些，但握着相机的手却不自觉地收紧了。小兰紧盯着供桌后方，眼睛不自觉地瞥向那串脚印消失的地方。她总觉得黑暗深处有什么东西在注视着他们，像是一只等待猎物靠近的野兽。阿文，我们出去吧。他拉住他的胳膊，声音急促。再拍几张，这些东西很少见。阿文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举起了手电筒。光束划过供桌的后方，空荡荡的。可就在光束扫过的瞬间，小兰清晰地看到墙上的壁画中，那双巨大的黑色眼睛似活动了一下。她不敢多看，只能抓紧阿文的胳膊，声音低低颤颤地说了一句：求你了，我们快走吧。庙堂的空气越发凝重，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。小兰紧张地环顾四周，心中只想着尽快离开这个地方，但阿文却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一边用相机拍摄壁画，一边点评着他们的诡异之处。这些画看着恐怖，
其实没什么特别的，他说，语气轻松，甚至带着几分嘲弄。不过是村民吓唬人的东西，搞得这么夸张，别碰任何东西，我们赶快走吧。小兰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她的手紧紧攥着衣角，指关节已经发白，但阿文似乎根本没听到。他的目光被供桌旁的一串链条吸引了，那是一条黑色的骨链，光滑冰冷，看上去像是用某种动物的骨骼雕刻而成。链子静静地垂挂在神像的底座上，仿佛等待着某人将它拾起。这个也许值点钱。阿文笑了笑，伸手拿起链子，骨链在他指尖滑动，发出微微的咯吱声。小心，别碰它。小兰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他冲过去试图阻止，但阿文却不以为然地摆摆手。这能有什么事？别自己吓自己了。他扬起链子，跳眉看了他一眼。这玩意儿大概就是传说中通往阴间的钥匙吧？啧，真有想象力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小兰就注意到供桌上的神像似乎发生了变化，原本空洞的眼窝竟然缓缓浮现出一抹红光，仿佛有一双无情的眼睛正在凝视着阿文。放下他！小兰惊恐地喊道，声音几乎被回荡在庙中的低鸣吞没。别紧张，这种东西根本不可能。阿文的语气还没来得及转为安慰，庙内突然像是被一阵无形的狂风席卷，原本微微闪烁的蜡烛瞬间熄灭，整个庙宇陷入了深不见底的黑暗。发生什么了？阿文慌忙打开手电筒，但光束竟然无法穿透黑暗，只能照亮他脚下的几寸地面。小兰死死抓住他的手臂，浑身颤抖。他的眼角瞥见供桌上多出了一样东西，一张散发着血腥气味的纸。他抽搐着不敢靠近，但上面的字迹却像被某种力量推动，清晰地映入他的脑海。忤逆者，魂归我域，阿文，阿文。他的声音带着绝望的颤抖，这是个警告，我们得离开这里，快点。阿文的脸色终于变得严肃起来，他一手拉着小兰，一手紧握手电筒，迅速朝着他们来的方向跑去。但奇怪的是，无论他们如何奔跑，眼前的景象始终没有变化。庙堂的柱子、供桌、破败的墙壁竟然一次次地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仿佛他们的脚步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束缚，始终无法离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阿文的声音带着慌乱，第一次失去了刚才的镇定。他不让我们走。小兰哽咽着回答，眼泪顺着脸颊滑落。四周的空气越来越冷，冷得直刺骨髓，仿佛有无数只冰冷的手从四面八方伸过来，触碰他们的身体。小兰突然感到脚下似乎踩到了什么，她低头一看，竟然是一具腐朽的骨骼。骨骼的头骨正对着她，空洞的眼窝里似乎残留着某种深不可测的怨念。不要看，快跑！阿文拽着她，但刚跑了几步，两人又一次回到了供桌前。怎么可能？阿文的声音里带着绝望。他环顾四周，试图找到出路，但黑暗中所有的道路都仿佛通向同一个地方，把链子放回去。小兰尖叫着，是他，是那条链子。阿文犹豫了一瞬间，额头满是冷汗。他看着手里的骨链，仿佛能感觉到它微微的颤动，像是活物在挣扎。快点！小兰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喊道。阿伟咬紧牙关，将骨链丢回到神像的底座。就在骨链落地的那一瞬间，庙中骤然安静下来，冷风停止了，空气却依然压抑的让人无法呼吸。这地方真的有问题，阿兰喃喃道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可他们都没有意识到，供桌上的血渍正在缓缓地自行增添。契约已定，无人可逃。庙堂内死寂一片，只有小兰急促的喘息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。空气凝滞而冰冷，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掐住了他的喉咙，使他无法顺畅的呼吸。阿兰扶着他，手电筒的光束依然无法穿透黑暗，仿佛那些阴影有自己的生命，吞噬了所有的光亮。突然，神像前的供桌上升起了一缕黑烟，慢慢的弥漫开来。小兰的目光被那团黑烟牢牢吸引，
眼睁睁地看着他像是有意识一般的蠕动着，越来越浓，越来越沉，逐渐凝聚成一个模糊的人形。那身影比常人高大得多，头戴破旧的王冠，长袍如浸泡在血液中般的暗红，一缕缕黑气不断从袍边升起，仿佛被无数网链纠缠着。那张脸或者说那副头骨，空洞的眼窝深不见底，仿佛藏着无数死者的灵魂。骨骼外露，干枯的手指像利爪一般垂在身侧。小兰的双腿不受控制的发软，她瘫倒在地上，喉头发茧，只能发出细碎的呜咽。她听到一声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在耳边回荡，仿佛直接从她心底发出：是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是谁亵渎了我的圣物？那声音带着无尽的威严和冷酷，如同寒冰般渗透入小兰的灵魂深处，压得她呼吸困难。她想要回答，想要说些什么，但嘴唇颤抖，无法发出任何声音。阿文站在她旁边，强作镇定。他举起手电筒，试图驱散眼前的黑暗，但光芒触碰到鬼王的身影时，仿佛被直接吞没了一样，完全不起作用。我们不是故意的。阿文拼命想要辩解，想要解释一切只是误会，但他张开口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，仿佛喉咙被掐住，声音被某种力量生生剥夺。鬼王缓缓移动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气势，他高大的身影在庙堂内投下长长的阴影。随着他的靠近，小兰感到自己仿佛置身冰窖，四肢逐渐僵硬，心跳几乎要停止。他的眼睛突然被某样东西吸引住了，在庙的角落里，一块残破的石碑露出了半截，上面刻着一些看起来古老而难解的文字。他眯着眼睛，努力辨认，忽然明白那是泰文。他挣扎着爬向石碑，心中似乎有某种直觉指引着他。石碑上的文字大部分已经被岁月侵蚀，模糊不清，但其中一行却格外清晰：承诺及契约。小兰的心猛地一沉，紧接着他看到下方还有另一行模糊的字：破失者将失去一切，献祭者自赎。他的脑海中如电光火石般闪过刚才庙堂中的一切，那条骨裂，血渍中的忤逆者，还有如今无法逃脱的绝望境地。他终于明白了，这一切是因为阿文的行为亵渎了鬼王的圣物，只有献祭才能平息鬼王的怒火。阿文，他哽咽着转过头看向阿文的方向，但他的目光依然充满困惑和惊恐，似乎还不明白眼前的危险有多可怕。阿文，他的声音在庙中颤抖回荡，是链子，是因为你碰了那条链子，我们必须有人留下来。阿文怔住了，他看向小兰，眼中的惊恐渐渐转化为难以置信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要牺牲？鬼王的身影逐渐靠近，他的每一步都仿佛带来死亡的气息，眼窝中空洞的深渊似乎在吞噬着所有的光和希望。小兰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她知道这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。是我不好，她喃喃道，目光直视着鬼王那无尽的黑洞般的眼睛。他努力地站起身，走向供桌，他的手指冰冷而颤抖，但却坚定地朝供桌上的链子伸去。我来承担这一切。他的声音很小，却带着一股难以动摇的决心。鬼王停下了，他的目光仿佛有些变化，深深地注视着他，仿佛在等待他的行动。小兰用尽最后的力气拿起那条链子，缓缓将它缠绕在自己手上。瞬间，一股冰冷刺骨的力量从链子传入他的身体，他的视线渐渐模糊，四周的世界仿佛都在远去。最后，他的眼前只剩下鬼王那无尽的深渊般的眼眶。阿文瞪大了眼睛，想要扑过去，却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禁锢在原地。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兰被黑雾吞没，逐渐消失在供桌前。随着小兰的消失，庙中的黑暗开始缓缓退去，蜡烛重新点燃，庙堂恢复了最初的模样。鬼王的身影逐渐消散，只剩下一片寂静。阿文跪倒在地，泪水无声地滑落。他知道小兰为了拯救他们付出了她的生命，而供桌上的石碑依然在风中默默伫立，那上面的文字似乎在无声地提醒着他：契约已定，
无人可逃。就在鬼王的黑暗即将彻底吞噬小兰的时候，他突然心生一计，他低下头，似乎顺从地将链子举起，但手心里却攥着一根拱桌上的蜡烛。我愿奉献。他声音颤抖，却故意把蜡烛藏在另一只手的袖子里。趁鬼王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举动时，他猛然用蜡烛点燃了骨链，火焰立刻爆发，蜡烛的火焰灼烧了骨链，那条冰冷的链子瞬间化作一团火焰，燃烧的烈火在庙宇中发出噼里啪啦的爆裂声。鬼王似乎发出了一声怒嚎，整个庙宇仿佛在震颤，石墙上开始裂开无数细密的缝隙。快跑！小兰用尽最后的力气喊道。阿文回过神来，一把抓住小兰的手，两人拼命地向庙外冲去。庙宇的墙壁在他们身后不断崩塌，地面颤抖，供桌倒下，破碎的砖石从天花板上砸下。两人跌跌撞撞地跑向外面，庙宇在他们身后轰然崩塌，化作一片废墟。终于，他们冲出了庙门，摔倒在林中泥泞的地面上。两人相对而望，喘着粗气，眼中满是劫后余生的恐惧和庆幸。我们成功了吗？阿文喃喃地问道，声音虚弱而疲惫。小兰抬头看着崩塌的庙宇，眼中涌上泪水，但她点了点头，试图相信他们终于逃脱了这一场梦魇。他们互相扶持着，慢慢沿着小路返回村庄。当他们终于看到村庄的灯火时，一丝久违的安心感在他们心中升起。然而，当他们走进村庄时，异样的感觉再次袭来。整个村庄静悄悄的，连一丝声响都没有。那些房屋像是空壳，门开着，里面却空无一人。这里怎么回事？阿伦低声说，心中不安的感觉越来越浓。他们走向村口，看到之前与他们交谈的那个老妇人站在门前。她低着头，背影瘦削，显得毫无生气。婆婆，小兰试探着叫了一声，但老妇人没有回应。他们走近一步，终于看清了老妇人的脸，那是一张空洞而僵硬的面孔，双眼中没有任何生机，只是黑漆漆的深洞。小兰惊叫一声，向后退去。她看向村子里的其他人，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状态，空洞的双眼，僵硬的面孔，仿佛他们早已不是活人，只是一具具躯壳。阿文与小兰对视一眼，彼此的眼中流露出深深的恐惧。我们真的逃出来了吗？阿文的声音颤抖着，充满疑惑。小兰突然意识到，那庙宇的崩塌或许并不是他们的胜利，而是鬼王的阴谋。他脑中闪过那个石碑上的最后一行字：永恒迷宫。他们的心顿时坠入深渊，寒意彻底将他们包围。小兰握住阿文的手，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。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逃出来。在那一刻，他们明白了，这个村庄不过是永恒迷宫的一部分。鬼王并没有让他们死去，而是将他们困在这无尽的恐怖中，永远找不到出路。他们逃过了死亡，却走向了另一种永远无法摆脱的噩梦。